花花万物。在花花世界里面呢，我们都以为很多东西会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很久，可是实际上你仔细的想一下，能够陪伴我们超过10年以上的事物非常的少。所以如果你看一个戏跟着看了10年以上的话，你可能对于那些剧中人物熟悉的程度都超过了你对于你生活当中真实的人物，而且可能会觉得他们好像就是你的朋友或是亲人一样。是我们自己以前主持康熙来的时候，超过10年以上的时候就会了解，你可以想象一个12岁的人，就看着看着他就变成了22岁的人了。所以如果有个戏能够陪伴大家这么久的话，大家一定会对他们具备深厚的感情。那等一下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就是对大家来说意义非凡的这样3位明星。你现在所收看的这个节目是花花万物，专业修复贴心呵。好，刚才呢，我跟 S 聊到超过10年以上的戏剧节目，不但要超过10年以上，而且你要如数家珍的在乎这些戏里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一出非常受欢迎的戏嘛，连你身边的人都今天很想要到现场来看他们。对，所有的人，我所有的朋友都想来现场，但我没让他们来，就我觉得只有我自己拥有就好了。他们3位是真正的巨星，非常非常巨的巨星，我们每个人微信里都会存在他们的表情包，甚至我们在家里看电视，每换一个台都能看到他们的脸。而且这一出戏的点击率是我们节目的好几倍。这出戏叫做《乡村爱情》，我们来欢迎《乡村爱情》他们的3位明星。欢迎唐老师、刘老师、王老师，欢迎3位。欢迎王老师。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人啊！欢迎。哎，他们都带东西来了耶！是要送我们的吗？东北土特产。欢迎欢迎。这个是这里有臭大酱，有枣啥的。东北的土特产，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一点小礼物不是成敬意啊。花生吗？是花生，这是红枣是不是？随便做吧。嗯，花生，哎，红枣，这个在东北啊也挺有讲究。如果嗯结婚的时候啊，把它俩放在一起，这叫什么呢？叫早生贵子。你不会是希望我再生一个吧？那不是，就是早生贵子。哎，你可以生，你可以生。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太客气了，还带礼物来。现在还有人祝你早生贵子吗？那是一个诅咒。好，今天太难得，请到他们3位来，因为《乡村爱情》里面的故事，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就是像等于照你的年纪，就是陪伴你长大的一个戏了啊。所以3位老师在这个戏里面，你们每一位都演超过10年以上了。对，所以是变得越来越有感情，还是说觉得有一点演太多不想演了？没有什么不想演的，因为我们几个呀都觉得我们也挺骄傲，大家喜欢这部戏，同时也是喜欢我们了。所以说一部戏能有这么长时间，大家还这么喜欢，大家都不腻，我们3个有什么理由要腻呀？所以你们是这一部戏第1部的时候就立刻爆红吗？嗯，我们就上塘沽啊，那个洋货市场买那小物件啥的，走到哪儿围一堆呀啊！这些乡爱情里的，哎呀，这戏 cool。我以前从来没遇过那种事情，所以那时候有觉得很得意吗？非常开心。当年很得意，很有那种荣誉感，那种特别美那个。哎呀，别人这么多人认识我。听说你们去买东西，店员都会忘记要卖东西给你们，就跟你们聊里头的事情，会一直聊天就买不到你们要买的东西吗？啊，他买东西他不跟你聊卖货的事儿，专跟你聊戏。哎，你这个戏拍没拍呢？啥时候上映啊？啥时候播呀？完了他不，我们要买东西，他不给你卖，不给你买啊。3位出门的时候，人家叫你们是叫你们本来的名字，还是叫你们戏里面的那个人的名字？现在有很多都是把你姓给改了。哎，刘老师，直接叫戏中的名字。对。可是你们会不喜欢吗？还是希望我们称你们本名？现在也都习惯了，都可以。都可以了。你们那时候有练习签那种明星式的签名吗？也练过。有练吗？开始前没少练，感觉上人家外面来人家有专门卖那个字的签明星这个什么玩意儿，咔都给你写下来几个版。对，咱回家没事就在那练，完等给人说签个字吧，
这咔咔一写，哎呀，你这字写太好了，你这字啊！我心里话，我就这几个字写的还行。现在如果出门是永远都会被观众要求要拍照啊，要握手啊这些吗？哎，经常那个是咋说呢？从哪？为什么啊？一开口你们就笑了？我也想笑，就一直在忍着。咋说嘞？这怎么说呢？这嗑十几年呢，就是我不是尼古拉斯你四哥嘛，对不对？是尼古拉斯是个我现在得有十多年没上大众超市了，哦， 10多年没上大众浴池洗过澡。因为啥？为啥不去呢？因为都认识。哎呀，这不我四哥来了吗？来，四哥，那个来照个相。就在大众浴池，我们啥也没穿就要照相，你说这样的。这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在我们东北啊，他也跟谁说话唠嗑啊，不，咱们谈不到说他有没有素质，就是农村人那种豪爽，他那个劲儿。有时候看到你了，哎呀，他照相时候吧，不说还不这么照呢，就这么的，咔，这么你就这么搂过去。完事你说有时候那时候嘛，我这在楼下，的在楼下，啊，我在楼下。哎呀，疼啊，别整。这有时候这个大家现在看到我，现在这头发还长出来了。原先这一拍戏的时候都得刷掉嘛。咱们有时候戴帽子也不好意思，他有时候咔给搂了照上去，完那人就感觉你把帽子摘下，咔就给你撇了。完有时候人本来戴个帽子瞅着挺好的，这一摘一看完了呢。所以你们不能这样拒绝吗？就是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帽子还给我。没有，因为第一，咱们也都是东北人，咱们也是个农村出来的，我们了解咱们家的人什么心态，不是说没有素质，他就是这种生活习惯，就是特别热情，哎，对，就是这个。所以尼可拉斯是戏里头用的名字。对，这个都是粉丝网友这些可爱的网友给起的。我四五个名呢，你看用哪个吧？什么？有尼古拉斯赵四，亚洲气质舞王。有。还有呢？观众有时候管我叫谢广四儿。哎呀，这不是谢广四儿吗？这样的。所以现在买东西都用叫货的吗？送到家我都不能让他看住人，看住人他就知道是俺家啊。是。听说你们3位当中有一位拍戏的时候会把没有用完的饭菜拿回去重新煮一遍。有过，他好干的事儿。什么？呀啥呀？你拍戏他？我不，你别说他，我看着你，因为啥呢？我们拍戏的时候就是啊，我们俩住有时候挨着，我看门开，我一瞅，一看是他在屋整点小酒喝呢。完了，告诉来三哥，你过来。我说干啥？喝点。不是，就是我们几个往这一坐，观众就知道这里谁是我。那你前面演什么演啊？可是为什么你只约那个唐老师，不约王老师一起？我们呢，经常也碰不上。平时的时候，我们很少在一起，因为我们刘老根大舞台8家剧场，每个剧场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剧场演出。这个他在长春，他在沈阳，他在北京，总不在一个地方。有时候1年能见一面，除非排戏能见着。那这样隔了那么久再相见，有觉得很想要彼此拥抱对方吗？很长时间不见也挺想见面一次。他拥抱不行，我不行，我那什么，我洁癖。他们3位有一支舞蹈最近很红，就是很多明星都学着跳的。好像我们不会跳，有点过时哎。对，那个舞蹈的影片，我们现在播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好难跳，好难哦，好难。好，我们今天很荣幸见到了舞蹈的原创者刘晓光老师。刘老师，你这支舞蹈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其实跳舞蹈啊，实际上就是
不管什么曲儿吧，跳舞蹈就是一种投入，只要你一投入，观众就瞅他就可笑，就认真到极致，就自个心里美。反正他是开心了，他不管你们哭啊是乐。所以刚刚那支舞，你有办法跳第二次是长得一样的吗？那不行，那不一样啊。是 S， 我想要学刚刚那一支。我也想学。那我们得鼓鼓掌了。你俩要学，我也得鼓鼓掌。来吧，刘老师，你要带着我们跳啊！刘老师，你教我们跳啊，你陪跳一个，你接来。同框跳一下。你要看那个影片哈。首先没跳之前呢，你得琢磨琢磨这个曲儿，他为什么能抻那么长音儿？哎呀，一是哪疼？你刚刚是怎么回事？二是声音啊，那个是要吐痰吗？不是，他刚才不唱了吗？那海豚音不有个高音吗？说哎，有一个。就是他呀，可能是踩哪了，或者踩钉子了。哎呀！所以你是有故事在里面的。对，你得有情节的，没有情节你也腾不出来。就踩钉子了，完了还拿哦，所以你的手就是很痛，还得挺了，这就叫气质。气质舞蹈就出来了，就是别人把我比方说刘能，我俩要真掐起来了，给我2嘴巴子。现在吗？不是，比方说，就是你夸夸给我2嘴巴子，当我一回头的时候，就让观众感觉好像我把你揍够呛似的，这样似的。我可以表演这一段吗？啊，你不，你这你简单简单比那打2下。对，1。你再动一下，我看看。有能你往前迈一步，我看看。你往前迈一步，我说你往前迈一步，你说我迈一步咋的？我迈一步，我再上一步能怎么的？那这么的，他在这儿呢，所以你再往前上一步。你往前，我上一步怎么的？那我退一步。我再上一步，你怎么的？我走行不？哦，原来是这样演的。惯用技巧。所以要跳舞吗？跳吧，来吧。就跳刚才那支，那个好。这是2019双人爵士舞啊。投入起。疼呢。是用力的。嘚瑟。你好像你很投入，你很投入。谢谢小光老师。怎么样？那个10秒钟很累哈。其实我右小腿已经抽筋了。你要跟他学，他没有抽筋啊。我们俩刚刚一起跳，谁比较投入？你比较投入。真的吗？因为他被你逗笑了，他后来就没有继续投入。我应该是跳最好的吧，模仿者里面。你应该是最棒的。小光老师，你刚才那支舞蹈，你有料到有这么多明星会学着你跳吗？没有。所以他们就是看到了影片就觉得好玩，就学着跳。对，不知道怎么火的这舞蹈。你没料到会这么火，是不是？而且他好像没有打算把它发展成一支固定的舞蹈，对，就是随性的这样跳了一次就算了，是吗？对。因为你在剧中是不是只要兴致一来，你就会跳个舞？也不是跳舞，也都是后期呢。后期我倒觉得也都是网友他们给做的。我跟刘能，我俩在戏中有一场戏就是打架的那场戏嘛。完了呢，打架吧，完了他们网友给做的这些可爱的网友，他们给做的就像跳舞蹈似的。就是把它剪成了鬼畜的视频，然后很像2个人在就是斗舞。所以星辰看过那个舞蹈，全网的人都看过，而且全网的人也会模仿3位老师。那你会跳那个舞吗？我不会，因为我觉得那个舞是有灵魂的，我没有灵魂。所以剧中的人物是在打架。对。所以当时王小利老师也是参加那个打架，结果被他们剪成了舞蹈，是吗？我是最后那一脚决定乾坤的那个。
对，啊。他跳的再厉害，我给他铺垫的，他一脚就定位。这个吗？啊，对对对对对，起来，你正好我再来。瞪什么眼呢？ 서로 평가를 의지 않는 것이 제 소리 못 지르는 사람 오늘 술래 다 같이 빙글빙글 강강 술래 강강 술래 머리 你的动作真的是很像舞蹈啊！对，他是用那个京剧武生要拍打身体的那个段落，对不对？就全身上下。不，他吧，这是人物，他就打的，他是属于吓唬人儿。他没成想，他是真踹一脚。所以像刚才你跟他打架的那一场戏，你要踹那一脚，你要先跟他那个一定要找到点儿上。你要他没整完，你踹早了。他必须亮式完了，小下式是全整完之后一脚，那个小包袱早一也不行，晚也不行，必须那个节骨眼。要那个点才好笑。对对对对，所以他那个动作是先演给你看过，你知道他要演多。之前也排过一两次，就是现场我师傅给我们排讲讲，我们都知道现场平常在舞台上有这个范儿，有这个想让唰唰来一圈，完了差不多腰脚那个节骨眼，那就是反正时间长磨合的，知道那地方差不多了，一脚。所以你要踹之前，你会不会有一点压力？讲说这个时间点到底对不对？不，没有。那脚是真的踹了吗？真踹了。有使劲吗？得使劲，也得使劲，也得使劲。但是还是有分踹，这也有个踹嘛，他也知道我要踹，完了他也有一个技术含量里头。如果你这么踹，肯定会要疼，就像打人似的，这么打会疼。但如果说你比方说这么的，看这么推一下，这可能就不疼。你可以踹一下他吗？哇，你挺坏呀！没有啦，我想看而已。对，如果有一个像小 S 这样子没有演过这一类的表演方式加入你们，他要多快可以被训练？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容易把我们干倒。真的吗？真的真的。可是我根本就没办法跟他演打巴掌之后往前跨那个戏啊。因为你所有的你的状态，你只要我想做这件事儿，你整个就能投入进去，你的状态全在那里头。所以说这东西只要有状态了，你就对了。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玩，你状态对了，就能把我们撞懵了，就能。小 S 老师演戏特别开脸儿，就说你已经突破了那种抹不开呀，是进入不了，你一下就可以进入的。恭喜你！有没有听到？我被演员夸奖哎！你要加入乡村爱情哎，合作，加入吧。期待。有可能让我加入乡村爱情吗？回去马上就能定。现场能不能定下来？愿意不？愿意。 OK 了。可是我会不会不够乡村呢？因为我很时尚哎。不是我们这个戏啊，有一点这点好。你不是乡村的没有，你可以是城里来的呀，没有问题啊。这没事，这我背不住上城里能偶遇啥的，这都能。你看，你看一有这事就得你偶遇，那就不能我偶遇啊。那你去，讲戏了啊！所以你们为这个戏的角色有特别设计一些小东西吗？像讲话的方式啊，结巴是设计出来的。对对对。你看赵四有他的特点，广坤有他的特点，刘能特点就是一光头，小心眼儿，完了这个爱占便宜，这个说话结巴啊，一定是要有特点的。所以结巴要怎么演比较真实？就是那个结巴的节奏。对，这为啥是戏本也提供说是个说话有口吃的人。给范伟老师他演的马大帅那个角色就是这种类型的嘛。后来我又练了很长时间，练有半个月。你可以示范一下吗？
示范一下，这刘能这个磕巴和范德彪磕巴，他两回事范德磕巴上干啥呢？东北大哥怎么就贼狠那种，有点像社会人那种。刘能是这大脚啊，给我来瓶酱油。这好厉害。很难呢。等于说你整是咬到舌头吗？还是大脚啊？大脚话，大脚，大脚话，大脚啊？谢大脚一个这大脚角吗？啊，大脚啊？大脚啊，给我来瓶酱油。给我来瓶酱油。对对对，你为什么听起来像大舌头的样子？有多少都有那么一点。所以另外2位也是有设计特色吗？因为你看我们仨坐在这儿啊，我今天为什么特意穿这件比较鲜艳的衣服呢？因为在《乡村爱情》里头啊，比较有亮点的是他俩，我呢只能是在他俩之后，所以说能穿上衣服，大家看这谁穿这么新鲜呢？一看啊，他是谢广坤呐，也就是能借点光。他俩本身就都有特点，而我呢是挺平的。那时候我的头发呀是刮掉了，头全刮了，留点就中间都没了，两边还有点儿。因为今天现在头发也长出来了，我也不想说这个时候我再把它刮它，长得挺不容易。他说，但我的特点是什么呢？后来我一看他俩都这样呢，我们东北人讲话卖相我是卖不过他俩了，就是搞笑，那怎么办呢？我这语言比他俩多，话能说。我这说话总是不停，拍戏前也是，我这个戏应该怎么的，这个戏咱那么的这么拍好，你看这么的也行，要不然我就这么的吧，你怎么的，你想怎么的，我这咔嚓就捣鼓。后来我师傅也说你这怎么整，你这戏这么整，有些话都是废话，完了你这都剪不开呀，剪不了，剪了这句吧，那句就连上就不对了，连不上。后来我慢慢的最后也逐步的形成了，这就是广坤的特点，没事能说，遇到什么事那嘴不倒槽，这就是我。那个也很厉害、对啊，这个也厉害啊。他们假如说给他家排一场戏，有他姑娘，有他儿子，有他儿媳妇啥的，这5、6个人搁一起，谁也抢不上词儿，基本上抢不上。哎，你抢不上词儿，你插不上话吧？该到别人说话的时候，他把别人词儿都说了。对，别人插不上话，他把别人的词儿都能给你说上来，而且这说的还比较在理。啊，你是不是想说话？你想说什么话？是这个意思吧？我跟你说出来，你不用说了。全是这个。那这样本来要说话那个演员不会生气吗？其实没有他俩说的那么严重。如果说别人的台词呢，真都让我去说了吧，那人家就不能拍了。是偶尔有时候他忘了，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在这个现场，对，我在现场的时候嘛，我会把整场戏就是什么意思，我会记得很清楚。当你要真忘了，你不说了，我说你是不是要干什么呀？你想怎么地？那这样我就不用你说，我全明白。你不就想今天不听我的话吗？你想要那么做吗？你跟我是不一样，我就把这话可以说出来，但是不是他俩说他俩坏啊？对，你是在帮那个演员。对，我直接可以把他的话说出来，帮他补上啊。这个意思，对。他俩太坏了，你俩啊，那么说啊，你看你俩。所以刘老师，你那个抽脸，你有算过大概讲到第几句台词的时候要抽吗？不一定。他这个就是这个也是生活当中也有是真正有这样人，他越着急呢，就是可能他那越频繁，就挂不上档了。挂不上档就跟磕巴他是两码事儿，跟磕巴两码事儿。赵四儿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是刘晓光啊，我是扮演赵四儿那个人刘晓光。同样的衣服，赵四儿一穿上，那当时就气质就不一样。这个就是稍微一回头就能看出来。同样的帽子，你看就两种概念，这不就没事我就这么走2步，你看不出怎么回事。赵四儿一穿衣服就这样式的。走，好厉害，好厉害哦！其实啊，说心里话，就是那个2位主持人，我让你让赵四儿给我坑一下子呀。什么？因为我演赵四儿那年，你说我才多大？我才32岁呀，才32。我演一个54岁老头子呀。
从哪演完赵四那电视剧偶像剧就没有找我的了。后来给我坑一下子，他说他才，他当时我以为才他要说他18，就是他说他才32岁。可是你32岁怎么会长那样啊？我跟我师傅还说，我师傅才32啊！你听我师傅说啥？你32演他这不怎么演不了？我说我岁数太小，你可拉倒吧！你穿的衣服比我都老。我演完《乡村爱情》第2部，让很多网友还给我黑了呢。本山传媒没有演员了，怎么找这么个人呢？嘴一来一来的。所以一开始不受欢迎哦。不受欢迎啊，不接受啊，往底下还评论呢，互相圈呢，那就互相的艾特他一下，他俩还唠上嗑了。是我也是，我一看他我就调台。跟小光老师刚开始被观众批评的时候，你有想要辞掉这个戏不演吗？我没想到辞掉但我自信心，我特别有自信。OK， 我就那个劲儿，我就想到了，我就说肯定有你们接受的那一天。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好吧，来，谢谢。今天3位老师呢特别大方的让我们去拍了他们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平常在《乡村爱情》这个戏里面大家看不到的部分。我们现在播放第1支影片。好久不见，你还是老样子。你也还是老样子。肌肤白成一道光，让我一眼就能看见你。因为我有伏尔加灯泡膜，它能淡化色沉，使皮肤亮白通透，让我们不再错过。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小丽，欢迎咱们剧组到我家来参观啊。我师傅给我写的字儿，那是我那年上春晚的时候我写的。哇，生活习惯没事喝喝茶，拉拉二胡，完了玩点游戏啥的，那个什么，给我女儿整一整乐高了哈。先看看这屋吧，这是我儿子房间，这是我给我儿子写的《弟子规》。家训写在墙上，昨天和今天的拼这些。哇，你看现在已经是这个很复杂，280了，那800多呢，现在差远了。我最近又整个火车。走吧，咱们上楼上吧。这个是我小时候唱戏的照片。小学我就8、9岁就上台了。哇，这是我爱人小时候，完了把我俩拼到一起了。这是我喝茶的地方，和我爱人经常喝茶。送完孩子回来了，我俩往这一坐，开喝聊天。因为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就是挺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事业。这是有朋友送我，学校老师送我们一家的5口人。这个是我演那个天气预报的寿星郎，看像不像？肖央老师的戏。好像。这是我一些乐器。王小丽真的会这么多乐器吗？看看这些乐器，二胡、扬琴、京胡全都弹奏得如此得心应手，不愧是刘能，无所不能。这是我女儿的球杆。台球。她基本上每天1个礼拜有4天吧，4天能练球。这是我女儿练球，我也爱打，是吧？给绣一张啊。这是一个，把这个不能喝啊。
Lady 啊。哦，哇哦，行吗？行。哇，王老师，你真的太有才华了吧？听说他是整个演艺圈打台球打得最好的一位。你还得过国际比赛的奖项，是不是？我得过几个奖杯，但是小比赛，就是还是不是业余爱好，就是爱打。可是你女儿现在是当成职业在训练吗？我平常也教她，但是我给她找个教练，啊，让她走职业。你想要让她走职业台球选手？对对对，所以你平常窝在家里的时候，除了泡茶就是拼乐高吗？对，偶尔就给孩子陪他玩一玩，完了之后就爱打球，喝茶，拉壶。然后还会跟你的爱人一起喝茶聊天。对对对，感觉你们俩很相爱哎。我们俩挺好，还行。没事，俩人还喝点小红酒，还会喝点小红酒。喝点小红酒，完了我俩喝啤酒，一家他有1瓶，我有1瓶，基本上也都到量了。他爱人呢，就是《乡村爱情》里头演我闺女那个。哦，你们结婚几年了？结婚20多年了呗。还可以这样？所以跟他还是很有话聊吗？因为我们从小在一起唱戏呀，就是有聊不完的嗑。就一天我们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2口子，都是唱戏的。所以另外2位的另一半也都是搭档吗？都是。所以搭档就很容易爱上对方，是不是？不是，他这个有原因的。我们叫东北的2人转。说2人转自然而然形成是什么呢？只要俩人能在一起的，唱的也合手了，心情也对劲儿了，俩人就成为了一家人。这样是俩人出去以后都是在一起。所以说，无论是唱戏的默契和在生活当中的那种方便条件，大家都给了，所以说形成了2个人就是这样的。那可是如果那天夫妻吵架了上台怎么办？哎呀，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爹死娘亡，必须把戏都得唱好，何况是夫妻吵架。因为下边还有很多的观众，大家第一说小气一点，人家买票了；说大了一点，你这种不负责任，你算个什么艺人？所以说我们不管怎么吵架，戏一定要唱好，下来咱们再说。所以吵架上去演完了之后，会不会因此就和好了？就忘了刚刚吵架的事。其实吵架说实话也没什么大矛盾，因为天天在一起，都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儿，可能有一方时间长让一让，也就拉倒就过去了。东北人讲，你跟自己家媳妇争来争去，你争大小有什么用？咱们一让，一会儿哄一哄，那这事可以就过去了，就拉倒了。东北男人好哎，还行。但是去演完《乡村爱情》要继续留在东北发展。可是是谁很浪漫的？就是吵完架，然后还在放了个巧克力还是什么的？是小丽老师吗？我所以那次是吵多凶，值得你做这个事？我俩呀，正赶上。结婚纪念日啊，也不是好像是结婚纪念日吧？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家庭方面的事儿，或者是什么，完了吵得挺凶的。完了后来我说这个不行啊，给媳妇惹生气了，得哄一哄啊。就马上要上班了，开戏，晚上要演出吗？完我就提前去了，提前打车走的。完了买个鲜花，买的巧克力啥的，放他那个衣箱，他化完妆得穿彩衣嘛，我就放那个衣箱里头了。完了他一掀起来一看，哇，有人送花啊！完了当时就给他感动的挺热泪盈眶，完了自然而然就好了。但是我还送反了，送那个巧克力是女士给男士买的吧，还是男士给女士买？反正我就买反了。这个本来想浪漫一下，这一下浪的太慢了，你知道？我觉得有送礼，不管送什么都 OK 啦，都开心啊，心意到了就好了。对啊，听说徐熙娣你的表情包在网上，当然我知道是女王级的表情包，就是大家都非常爱用。我也有很多表情包。他们知道啊，不用这样子。
好，可是呢，这3位他们的表情包最近也非常的受欢迎，我们看一下有哪些经典的表情。啊，这个是王小利老师的，不听你解释。S， 这2个你不行，我可以。你可以？你要选哪个？不听你解释。你要不听你解释吗？直接来，1、2、3。不像，你去他旁边跟他一起做。不像吗？诀窍是什么？鼻孔要撑大，是不是？啊，真的。预备起。像我这样？我觉得他比较可爱，你比较凶哎。哎，你得把那话说出来，不听你解释，不听你。哦，这就是你那个字，要把你字叫出。预备起，不听你。哦，有。好，我觉得你们2个 double 表情包可能会开始流行。好，看看下一个唐老师啊。哎呀，太吓人！这就我，你看跟我现在能比吗？你说？你现在真的很帅，比起来。后来他把这个拿酒这个给起个名叫火云邪神，对，很像火云邪神。这太难了吧？不行，你要练不行吗？人间不值得是很值得挑战，可是要有人帮我吹头发啊！不行，你可以啊！哎，像吗？我觉得美女不太适合做这件事，所以说我说呀，真的很了不起。对，这种状态直接就进入，那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多说几句。你平常不是很爱说话吗？我平常爱说，我今天我怕我话太多把你们都淹了。没有，你要夸我的时候，你可以多说几句。我要夸几句啊！我说这不是夸，因为我刚才讲了，真不是夸。说实话，一个女演员，刚才小丽也说了，能这么快的进入这种状态，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演员。所以说，刚才说要演乡村爱情，一点问题没有。不管你到乡村爱情演什么角色，你可以不演农村人，但是你可以来一个城里的人，到这来跟我们有直接什么关系？刚才老四也说了嘛，说我到城里是偶遇也好，什么也好，把你带回来了，知道进入我们的乡村爱情，到我们村里头以后，我们大家一看来这人长得又漂亮，所以说啊，行了，我怕你撅过去。啊，你先不用回来，你要去小光老师那边啊，我看看小光这。哎呀妈，这有点像我呢，老四，你发现没？这个问号是最经典的吗？非常经典，问号好不好？问号。好，1、2、3，来。哎，输了，徐弟，你看他的表情，这样问号吗？问号。很浅呢，你很浅呢。就是说你没有很用力，可是却很问号哎。这，他要有一种茫然的眼神。懵了。很浅，你这深呐。我刚刚那个有吗？有，你是另外一种，你是烦恼居多啊。可是还是很棒啊！谢谢3位老师帮忙。好像演那个人世沧桑的表情，你还太美艳了一点哎。对，我太美艳了，可是我已经尽量做了。有，我看到了，还是把这一块留给他们好了。而且他们都很传神，而且他们是很轻松就做出那个表情，对，没有在用力。所以当初选演员的时候，师傅是选样子还是选口头的能力？当时选演员可能是也得看看你的能力，看看你的适不适合这个角色。所以你们3位当中有一位当初得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好像本来是别人演的，是不是？对，然后还画了很多画像去找那个角色的造型，应该要是王老师吗？所以你那个角色本来是另外一位范伟老师啊，因为最早写剧本就按照范伟老师写的，他演刘能的角色，完了我师傅演那个长贵儿，他们是这么设计的。后来偶尔他们演不了了，没有时间了，临时落在我的身上。
所以你找了很多画像去揣摩这个角色的样子。对，我找了一个我们那个咱那美术就赵老师吧，对，老赵，给我画了10多张，这个刘能这个形象，哪个我看到的哪个能好玩一些，适合这个人物，选了一些，挺好。所以最后就是这样子。对，这样子是什么意思？这个头发是剃掉的啊，就这个样子。所以你本来头发是茂盛的吗？我比他多了。谁呀？我现在不比你多了吗？不是你现在我现在留下来很茂盛的。你是为了拍戏只好一直都刮光啊？现在已经习惯2天不刮就很不舒服，就觉得刮完之后，哎呀，这个精神马上就上来了。所以你们都称呼唐老师为三哥、师哥吧，三哥。对，所以你们一般相处的时候，师兄弟的这个辈分很在意吗？我个人来讲，我第一又很在意，又不在意。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意呢，就是师兄弟就是师兄弟，有个称呼是对的。其实我平常我并不在意，我不在意的，我觉得是，其实称呼是假，感情是真。如果师兄弟也好，就包括亲哥们也好，父子爷们也好，其实都是在相处。相处的时候，我们交心嘛，交人交心，交花交根嘛。对吧？那我们相处的时候，大家都能处得来了，彼此能交心了，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真正的生死弟兄、好哥们儿，这才是真的。所以说，其他别的没有那么，我觉得都是。所以你并不在乎他们俩有没有特别尊敬你？他俩尊不尊重我呢？是这样，我心里是最清楚。所以说，人和人之间，我从来都这么讲，说你要跟人相处的时候，你就有什么事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因为你要把你自己看的你很聪明，那你一定是个傻子，因为对方都很聪明。所以说我们有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有事找你，我就求，我说丽阳，我这有事帮三哥一下，对吧？他就是这样。哎，如果说有什么事，小丽说，哎行，三哥这事那没事，我能做得来。所以你觉得他们俩谁比较尊重你？他俩尊重我是一样的，都尊重，都尊重。你有打断他，我已经很尊重你了啊！你很但这个吧，为什么又被他抢回去了？因为我们呐，毕竟都要光我们这老人儿。因为我们的师兄弟还有很多小年轻的，就说白了，还有的比我们辈分都小，我们跟他父亲是一辈的。但因为进到这里来了，你就得随着师傅都叫个小师弟。其实我们之间这一批老人啊，因为年龄的关系嘛，可能我们走的会要稍微近一点。了解，这是真的，不我看 VCR。下期影片我们看唐老师的家。大家好，我是唐建军。那个大家可能看到现在我这个形象啊，跟戏里的谢广坤有点不太像。头10多年前呢，大家就认为我是一个老头儿，实际我不算老，还行啊。其实我这个生活啊很简单，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说是人家有各种爱好啊，没有。我的爱好就愿意看电视，看电视也是学习嘛。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啊，我的卧室，这叫仓库。说这个屋啊为什么要乱？因为我马上呢就要搬进新房了，要搬新家，说白了叫新居。在这之前都是提前收拾一下，你看看这屋造的像小仓库似的。所以说呢，这得给你解释一下。大家说这谢广坤家怎么造这样呢？其实不是，我挺立正的，真的，我挺爱卫生的，还行。其实说实话，你看我这衣柜里头也没什么好衣服，但是我的颜色你要知道，基本上都是黑色。说为什么是黑色呢？第一是喜欢，第二个呢，你像我呀。本身说实话，在男人堆里啊，我也算个半拉残废一个人，个矮，再胖一点，肚子还有点大，穿上黑色的以后啊，就显得自己还能苗条一点。所以说我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黑色的。哎，我还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家看到我这酒啊，我这是人参。哇！另外里边呢还有点这个小灵芝什么的。有时候还能喝点儿，而且呢还挺能喝的，得这么说。但这酒喝起来是确实是好啊，这个因为消炎镇痛，这个舒筋活血。药酒。大家看到我柜里也有一些书，看到吧？我这些都是老书，什么都有啊，这些东西啥都有。我这都是在书摊上买的啊，中华上下5000年。还有这个呀，过去东北人讲花生大枣。这要是结婚前就能用上。
叫早生贵子，就是这么个意喜欢思。早生贵子。当然，咱们这么大岁数就不是早生贵子了。大家看我这个，还有这个书，给女儿买的这些书，我也让她看一看。我的想法，管理孩子跟别人可能也不一样。我第一呢，一定要放松她，包括我给她看的书也是，我给你买来了，你可看可不看，你愿意看看你就看看。我只讲看这书有好处，说你要不喜欢就算了。生活当中呢，其实来讲，有时候呢，多有点爱好也行，因为我的爱好也不多，但是呢，我没事啊，也愿意偶尔的就写个字儿啥的，反正也不常写。我给你们整两下看看啊。啊，没太写好。哇，哇，好厉害哦，一挥而就哎。这算是很好看的字吧？没有，我得解释一下啊。像小光刚才写的字，包括小丽写的字，他们都是书法。就是说不能说写的怎么好，但是他们都是书法中人家写的是那种字，而我写这个字是什么呢？我这不能叫书法，我这给自己起的名叫江湖字。就是我自己就是随心所欲，我也没有什么章法，没有功底，我就想起了一种爱好，没事我就打两下我就写，所以说我这是江湖字，要不然我这玩意儿当是书法，那这就以后就没有书法了，对吧？对，如果人家拜托你写，你都会写给人家吗？但是如果要喜欢的话可以，但是吧，我也轻易的不给人家，因为怕丢磕碜。所以你们3位有觉得谁的字最好看吗？我不跟他俩比了，他俩是各有千秋。我们都是爱好，对，就是这种受我老师的熏染吧，熏陶，没事写写，练一练自己，因为我们都没有什么文化。完了，一步一步能走到现在，就再往上走很吃力，也有这个意识说，把自己再充实一下，充电，学一学啊，这个都有这方面想法，但是都不是说你别拿出书法呀，或者是啥，那都不挨边儿，对不对？这谦虚话。唐老师刚才选的那些书，很多是跟女儿教小孩有关系的。因为唐老师你刚刚有一段话很矛盾，你说你对你的女儿就是觉得尽量放松她。对，其实刚才我听到那句话了，我给你买了，你看就看，不看就拉倒。其实下边还有话，后来那可能给剪掉了，那是。你后面说了什么？我当时是这么讲，就是说孩子呢，你要给一个良好的教育，每一个家长都会要这么做，这是肯定了。但是我说我的方式跟他们不同在哪儿呢？我第一要让他放松，说现在这个孩子上学是很紧张的，他没有玩的时候，他童年那个时代就这么都度过去了。当他童年的时代过去，到大了还在念书，20多岁以后，当你考上大学毕业了，你才能走向工作。所以说，在他童年的时候，一直没享受到他应该享受的东西。所以说，我要放松他。你干嘛非得把孩子不行就不学，这不死记硬背就不背，他背起来了，他也不行，他就跟演员演戏一样。受了，我就是科学家，让谁去种地？他不要农民吗？我已经忘了我刚才问你什么了。我刚刚只是随便问了一题，你怎么可以讲那么久？他本来还愿意换气，后来看到我们两个不行了，他连气都不换了。不是，但是我说的就是这回你知道他这片嘴了吧？我的妈呀！我刚才到底问什么？我知道说你讲话矛盾，你一直强调说你要放松他。你要再问一次。没有，我总结就是他一直说要放松女儿，结果买了一大堆什么哈佛如何培养出哈佛。他就说了，随便他看不看嘛，他买了再说啊。所以如果你是他女儿，你看到爸爸的心意，可是你可能懒得理他，就这样。所以你在家会这样骚扰你的女儿吗？我轻易不，就是我会跟她说话是什么呢？我跟我女儿说，我跟我女儿讲话的时候，就是告诉她说这事儿你应该怎么做。我简单的，你简单的，因为我知道跟他沟通，小孩子你说多了没有用，他会听不进去的。你觉得你讲的很明白，他不会听进去。所以说，简单的给他剖析开，说这事你应该做。举个例，刘老师有小孩吗？刘老师有小孩吗？有。然后你也是花很多时间陪他们吗？我没有。没有陪他们。
对，我现在就是最亏欠的就是他们孩子，还有老妈，因为我常年在外头演出，哪都去，一年四季的，可能就30那天晚上能在家待一天一整天，剩下就是没有在家的时候。所以小孩会跟你很不亲吗？也亲，我们也总打电话，就是我从来没送过孩子上学，他学校在哪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你觉得知道学校在哪很重要，是不是？不是，也不是我们呢，就是做艺术的吧，一年四季，反正得咋说呢，在这里头真的对他们的陪伴不够，真的是不够。我只有把我的作品演好，把戏演好，对我来说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回报。那他们有没有真的跟你抱怨过说，爸爸，我们很希望你多待在家里？经常抱怨，但是没有办法。其实这么多年，刘老根大舞台这么多年，我都没请过假，15年一天假都没请过。别说给我的一天假，这话我都没说过。但我做到了。好厉害哦。10几年都不请假。所以是每一天都要登台吗？对，如果不让我上舞台演戏，我觉得今天过的就是难受，浑身难受。所以你跟他们2位不一样，你没有想要窝在家里面喝茶啊，弄药酒啊什么的。就是不一样，我没有想过，因为他们实际上年龄可能都要比我偏大一点。OK，实际我长得是着急。对，因为我看不出来你到底几岁耶。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就是说这意思啥呢？就是2人转演员走到今天很是不容易，谁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出这么大名。但是现在，走到今天，可以说也没什么遗憾。唯一的遗憾就是太少陪家人。没错。小光老师的生活空间呢，就跟他的剧场表演很有关系。我们来看影片。来，我带你们上我的临时住所啊，临时的。来，坐那。这是我的临时休息的地方。好简单哦。你看一看。这是我的背，多少黑点，但是我洗的也勤。这个背是跟随我到处走的背。这个屋呢，就是我经常写字的地方，像那个我的笔墨纸砚呢，这是必须得必备的。方便面这是必备的。很多的观众吧，一直很想知道一件事，就四哥不排戏的时候，不演戏的时候都在干嘛呢？请看第一步。我呢，平时呢，因为看书呢，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互联网的时代，电子的时代，我觉得这个。这句话在科学上的印证是，平均来讲，一个孩子在3岁时听书听课，这就是脑部已经发育完成了这面85%，写的字儿，因此听不3岁绝对是脑部发育的黄金期。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如果2个孩子在3岁时掌握的词汇量非常悬殊，比如一个是1000字，另一个是500字，那么6年后前者。刘晓光，耶！其实他们3位都有演别的戏啊。对，
很多电影会找你们演的时候，就会希望给你们不一样的角色吧？演过，他俩也都演过，我们都尝试过别的人物。你真的有演过帅的人吗？那个，我觉得那个就挺帅了，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小武当官，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哦，这是还蛮正气的，这个是啊，看不出来是同一位演员啊。其实这个里头就是2个人物，农民和县长都是我自己演的。对，对我们演员来说，这个剧本这个作品可遇不可求。是。可是刘老师，你是不是曾经要演一个戏就临时被换角？没错，临时被换掉了。当年是要讲吗？这段不能讲吗？一个不是讲可以，我怕你困。很长，是会比唐老师令人困吗？长话短说，就10多年前了，定的是我演黄渤那个角色。到那去了，我看看剧本，我也看着导演了。看完之后，他就把角色给我换了，让我演警察。我直接把剧本交下来，我说剧本给你，我说我回东北了，给我买票回去。我说最起码的，你让我演一下子，如果我演一下要不行的话，你换人我认可，我认可呀。还没等演呢，你给我把人换了，完了我说这个不干了，你说你愿意找谁演你找谁演吧。回来让我师傅还给我呲了呢，给我好顿说呀，用我这是。那导演那是多大导演呢？这你完你撂下就不排了。所以你是有点生气，对不对？连演都不让你演，就直接把你换角。对他没等演呢，剧本我都看完了，也自己也吃透了，也明白了，但是他没让我演。回来我才演的《乡村爱情》第2部。不同的发展啊，就没有演到那个就演这个也很好。对啊，你看我没睡吧？但他睡了。大家都非常盼望《乡村爱情》的新的一季的来临。好消息就是很快就会为大家播出了，所以到时候大家在《乡村爱情》新的戏里面可以看到他们3位非常精彩的演技。好，麻烦你打开我们的伏尔加花花柜。好，让我们一起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哇！对，我们有小光老师的书法，还有那个球棒，这个是我经常用的啊，特别好使，发力特别透。可是因为你跟你太太吵架，就是因为你打球打太晚，对不对？不，偶尔最近有点那什么，说我回来比较晚了。他是不是规定你11点半一定要回家？啊，对，11点半之前必须回来，也挺累。其实你要是健康锻炼身体，正好11点半之后，你就别超过12点都可以。所以你非常认可你老婆的规定的时间。她说的对，我都认可。像我们这个年龄段以后，就基本上你要别超12点还是可以的，你偶尔的超没有问题，你要天天这样就不行。绝对是对身体是真不好，确实。没了吗？没了，不能再说了。怎么这次这么短呢？你成功的用眼神让他知道结束的时间了，厉害。我们今天花花万物呢，这么难得邀请到他们3位明星，而且我相信温度是完全如同大家所期待的，他们带给大家所有观众这么多年来的温度都这么高温，就是很多的温暖，很多的能量。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他们3位所得到的温度是。OK， 星辰，麻烦你用伏尔加修复车把我们3位贵宾的东西带到台上来吧。好，我们的3位嘉宾会从伏尔加修复车上选择部分的物品做公益使用。另外，伏尔加修复实验室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物品相关的修复技能，通过修复让更多的物品变得更有温度。所以这些是你们愿意捐出来的？球杆我觉得很厉害啊。然后小光老师的书法也很值得收藏，是善德福龙。然后这个药酒是可以放多久啊？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可以吗？不行。可以啦，可以啦。这个什么呢？第
有精神上的享受，第二物质上的享受。那么我这个呢，你看叫百科啊，这是这个美食，所以人吃的要健康，喝的要健康。当你身体健康了，你才会所有的事情你才有想法，才能去做，才能去完成。所以说健康是非常重要。那想说的意思就是我的东西特别重要。哎，小光老师拿一个卡，然后请你写一句祝福的话给你所捐赠的东西的新的主人。好的，这一张是小光老师的，唐老师的写好了。好，唐建军老师的是健康快乐，王小丽老师的梅香来自苦寒来，希望收到的人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心意。好，今天非常难得，他们3位光临我们节目，大家听了很多有趣的故事，然后球杆、书籍、酒以及书法，希望带给大家他们真心的祝福。谢谢3位，谢谢，谢谢3位，拜拜。好，我们下一次见，拜拜。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花花万物伏尔加修复实验室。那么在日常练习书法的过程中，我们非常有可能把墨汁沾在衣服上，非常难清洗。今天我就教给大家如何来清理衣物上的墨汁呢？第一步，我们把沾上墨汁的衣物放入水中浸泡，然后倒入牛奶，用力揉搓。第二步，加入洗衣液浸泡，然后再次搓洗。第三步，把白醋倒入，最后再搓洗晾干，就完成了。修复物品，整理人生，在花花万物中和肌肤修复专家伏尔加来一场怦然心动的美丽人生的整理魔法吧。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以为像他们这么资历深厚的演员，其实一定会对于演艺圈有很多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可是感觉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是有很多显现出来的惊喜跟乐趣。好像对他们来讲上节目也很好玩，然后我们访问他们也很好玩。之前的印象分数大概就是85分左右，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东北人，然后他们的乡村爱情就是从第一部开始我就一直在关注，所以就是对他们3位的熟悉程度还是很高的，95分。我印象分数大概就80吧，就觉得他们是活在戏里的，这对我来讲可能是没有感情的那种火。陪孩子搭乐高，然后打台球，看到的就是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然后更加贴近我生活的是那么一个人，一个爸爸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演员的一个很扁平的形象。我觉得应该在90以上。是王小利老师他回归家庭的那一段录像，他卸下了他的明星光环，当他回到家里面和他的妻子那么恩爱，和他的孩子又很和睦，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位好父亲，也是一位好丈夫。